捡鸟去，兄弟们！看到没？今天晚上我必须给他炖了。走上！你真贱！我快点！我天！兄弟们，绝对大补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给鲁超好好补一补。小米苏7跟韩国现代 IONIQ 5N 在天马赛道，到底谁更快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堂主啊，我又来到了上海天马现代 N 的总部，看到我身后的车了吗？IONIQ 5N 中国版赛道试驾，而且是真正的刷圈速，今天它来了。关于这两台车的对决呢，很多人都非常期待。首先，小米苏7已经证明过自己了，在使用原厂纯电动胎 PSEV 的情况下，在天马赛道就能做到1分10秒79，这个成绩甚至比宝马 F82M4、老款的特斯拉 Model 3P， 甚至保时捷的老款 Taycan 还要快。保时米以前只是一句调侃，但是在赛道成绩这个单项的维度里面，它真的变成了现实。而 IONIQ 5N 呢？此前国内还没有人刷过，这回呢也只有我跟教主收到了邀请，属于是国内首测。这台车之前我其实已经讲过很多遍了，它从研发建造开始，的确是在纽北做的调教，所以它的3电系统以及刹车的散热能扛住20.8公里长的纽北赛道，至少连续2圈，耐久性简直是无敌。但是我们今天刷的是上海天马，这也是一条只有2公里长的小赛道，而且我们比的是刷单圈，所以5N 最大的卖点耐久性跟散热好这2个优势在这儿完全发挥不出来。而且这台车跟小米苏7一样，同样都是2.2吨的大肥仔，且它的外观造型与其说是2厢的性能钢炮，不如说它实际上就是个 SUV。它的风阻系数跟重心高度相比轿车造型的小米苏7来说，可能还要更吃亏一些。最要命的是，它正常情况下动力只有609匹，只有在摁下 NGS 按键之后，才能有10秒的打鸡血模式，才能把动力短暂的冲到650匹。但即便是这样，相比小米苏7常态化就有673匹的动力来说，5N 在直线的动力上肯定还是会被拉爆。所以这组对决最后究竟会鹿死谁手，没刷之前是真的不好说。不过现场我正好抓到了职业车手刘文龙，他在卡丁车青少年时期曾经跟周冠宇是队友，且当时的单圈成绩甚至还能赢过周冠宇。他现在呢是现代 N 的官方教练。前几天我刚开始刷小米苏7圈速的时候，我就悄悄地观察到他已经刷过5N 的圈速了。那我们去问问他吧。刘教练，上回你刷那个5N在天马的圈速是多少？12.6，12.6，然后副驾驶有人。车况的话是一个全新的状态 ，OK， 100%的电量 ，OK， 对，当时那一天的话，可能稍微的就是热了一点 ，OK， 对，地面温度热了一点，其他的都是挺好的 ，OK， 新轮胎 ，OK， 你感觉还有空间吗？就是大概刹车点其实还要再多摸一摸，我感觉刹车点可能有点偏早 ，OK， 我觉得至少还能再快个1秒多 ，OK， 绝对有 ，OK， 长途肯定能做出来 ，OK， 感谢。可惜刘文龙教练的这个1分12秒6的圈速呢，是副驾带人刷出来的，所以并没有什么参考性。只是不知道在刘教练的这个圈速的基础上，这台车究竟还有多大的空间？这个空间是否能够大到能够战胜小米苏7？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那么大家就来猜测一波吧，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，到底谁赢谁输，买定离手。那么接下来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IONIQ 5N天马飞行圈都走。OK， 现在 IONIQ 5N天马飞行圈正式开始。这个车直线加速体感明显没有小米苏7快，1号弯尾速才176。哇，
刹太早了。尾速第一刹的还早，这个弯起码得丢到点2。说真的，我对1号弯还是有点阴影。之前开小米速7一圈就刷新记录，那真是为了争口气。但这次跑5N，我可不想出任何意外。重刹转进4号弯，这车弯中就能开电门，出弯还能带点滑移，甚至还得小小反打修正。说真的，这不就是一台重量多了400公斤的 M4 四驱版吗？5号弯扎得很深，方向盘还没回正就可以直接开电门。7号弯轻轻摸一脚刹车就可以直接丢进去，弯速能轻松做到94公里每小时。它的出弯效率真的是无敌，看车载你都能看出来，一点拧巴的感觉都没有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9号弯这里我刹的也有点早，还有空间可以挖掘。开车当天呢，我满脑子都是小米速7的各类开法的肌肉记忆，一时之间真的很难改过来。我都不敢想象，假设现在的我立马去开油车，我刹车点的选择会有多离谱。马上就要来到最后一个弯，我可以摸一脚刹车直接丢进去，开法哪怕疯狂激进一点都无所谓。不像小米速7，每次过最后一弯都得小心翼翼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引发差速器保护。好了，5N最终冲线1分10秒09。Ioniq 5N在天马当天的最终圈速是1分10秒09，就差一点点就要进入1分09的美妙新世界。这个圈速比起使用 PSEV 轮胎的小米速7要快了0.7秒。假设把它放在豆奶的天马榜单里，能排到榜单中的第7名，比使用同样轮胎且有1300马力的001FR 只慢了0.2秒，简直堪称恐怖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真的是完全能进1分09的，因为当天我刷圈的这台黑车条件真的并不完美。最后一圈1分10秒整，当时开的时候只有80%多的电，然后轮胎完全是凉的，只有2.0的胎压，胎压太低了，我上去疯狂暖胎。最重要的是这个车是一个带天窗的版本，我的妈！来从这看一下，而且它天窗是全景天窗，正常来说就小半块天窗其实都很重了，起码比那个铁皮版本的 N 要重，我觉得起码得重几10斤，肯定是有的。其实一开始我开的并不是这台带天窗的黑车，而是另外一台铁皮车顶轻了起码几10斤的蓝车。之所以中途会换车呢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是因为这个。撞了鸟之后，这台蓝车的车头出现了明显的损伤，可能是损伤了什么传感器，或者引发了什么故障或者保护之类的，反正大直道尾速明显是慢了。而这台黑车当时已经是剩下的所有的备用车里面电量最高的一台了，所以哪怕是有天窗也只能是它了。谁能想到刷赛道的时候车速都已经160、170了，还能有头这么铁的鸟生往你车头扑呢？要不是因为有这个小插曲耽误了大量的时间，以我每一圈的圈速都能比上圈更快的进度，又能开重量更轻电量更足的蓝车的话，我有绝对的信心能刷进1分09。兄弟们啊，以我对这个鸟类的研究，这个鸟啊，这个口味应该不错。要是再放点香菇大料什么的，应该不错。鸟，你把鸟拿下来了，我的天哪！今天晚上给你加餐，你觉得野味？我跟你说，太野了。小狗看这狗，你看狗，小狗它在店里，小狗瞅着呢，盯着看。我反正每回来天马，总得撞点什么。不过也不能全怪这只鸟吧，毕竟死者为大。晚上我一定好好找个风水宝地厚葬鸟兄。要怪呢，只能怪我自己，熟悉陌生车的上手速度还是太慢了一点。我上手的第一圈才1分11秒7，而反观教主上手第一圈就做到了1分10秒8，搞得我压力山大。这个老登比我多玩几年，果然不是白玩的。教主也太啊！赶紧打招呼，跟小锤说一下，让教主不要跑。太快了！他车是哪台？把他轮胎胎压再放点。不过刷到最后，他的遗憾比我更大，因为他刷到了1分10.00。跑多少？我跑了10秒00，但是 GoPro 关机了。差0.01进0.09，我服了。我操，2个世界！我操，我气死了！预测一波啊，最后一圈又得开始发力了。现在已经跑到1分10.00了，正是上头的时候。
车手来说是两个世界。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大家都这么说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，兄弟们，我上次就是因为12秒1，差一点点进11，而且被慢车挡了。你想谁不上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会刷的。你看他也会刷嘛，所以车手都是这样的，不是我一个人这样。你看教主也这样，一会儿拍我的镜头都要少一点，多拍点他啊。尤其1号弯进重刹区的时候，一定要盯着他拍。最终我俩的圈速都双双止步1分10秒整，都没能更进一步。不过他的遗憾比我更大，因为他说他忘了摁 NGS， 再加上只差0.01秒就能进入1分09的新世界，我相信他那一晚上可能都会气得睡不着。这本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故事，但是我确实有点绷不住。希望我俩以后都能再有机会双双进入1分09的新世界吧。那么回归视频的主题，这台 IONIQ 5N 究竟比小米苏7快在哪儿呢？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俩车的 log 对比啊。这个红线代表是小米苏7，绿线代表是 IONIQ 5N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几乎每个大直道的尾速都是小米苏7更快，但是弯速呢都是 IONIQ 5N 要更高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几乎每个弯都是 IONIQ 5N 的开油点要更早。大家可以看到。IONIQ 5N 的整个线呢，相对更加的直上直下，这是因为它一脚刹车刹到它开油点之后，就可以立马开油。但是小米苏7的整个线相对来说就会多一些波浪形，它的那个波浪形呢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在弯里面它开不了油，它只能一直等。这也是因为小米苏7它前后都没有 LSD， 而且它有差速器的保护。如果你在弯里面就直接开电门的话，那么它会出于保护差速器的目的而中断你的动力，所以它的开油点为什么会晚？IONIQ 5N 就没有这个问题。IONIQ 5N 有 eLSD， 而且 IONIQ 5N 的整个电子程序要更开放一些，所以它每一脚刹车只要刹到开油点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开油。一脚油开下去之后，这个车尾甚至会有一点点的滑移，然后迅速的瞪着你就出弯了。那么这个就可以让它在弯里面赢得大量的时间。所以为什么 IONIQ 5N 在尾速上面并不占优的时候，但是它整体的圈速还是要比小米苏7更快，这就是原因。5N 能赢在弯速上，跟它用了前后275的大宽胎肯定有直接的关系。相形之下，小米苏7的轮胎宽度只有前245后265，这在弯速和刹车距离上都要吃不少亏。且5N 用的是倍耐力的 P0 PZ5， 小米苏7用的是 PSEV， 这两种胎本身也有 0.2秒左右的圈速差距。所以我大胆的假设，如果给小米苏7也换上前后275的 P0 PZ5， 至少在天马它的单圈的圈速，我觉得可能能跟5N不相上下。但是咱话说回来，如果从性能的维度来说，小米苏7差的不仅仅只有轮胎，5N周边一系列的强化件都是小米苏7羡慕不来的。比如说尺寸更大的刹车盘，温度预调节系统，不会因为过热而卡死的制动卡钳活塞，最高能到 0.6个G 的强大的动能回收，4轮刹车通风，强悍的散热，更硬核的底盘衬套，以及IDA 一体式驱动桥，宽容度更高的 ESP 的标定，还有能让你在弯道里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开电门的 eLSD， 这一系列的差异造就的是两台车完完全全不同的驾驶感受。小米苏7已经是中国电车里无敌快的代表车型之一了，但认真来说，它骨子里还是一台妥协了很多的家用车。它特别像以前的奥迪，日常驾驶无敌，直线贼快，弯里会略显挣扎，沟通感会差一些，电子系统总介入。总之呢，激烈驾驶起来虽然可以做到一圈超人，但是主观驾驶感受还是会有点挣扎跟憋屈，总之会开得不太尽兴。而5N 开发设计的第一核心需求是追求性能跟好玩，它极其像油车里的 M-Power， 沟通感极好，一上手你就知道那个味儿对了。它出厂伊始就是一台武装到牙齿，不用做任何改装就能直接下赛道的纯电性能车，所以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风格的车。不知道视频前方的客官老爷，你们会喜欢哪一种？那么 OK， 本期的堂主聊车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我是堂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